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林宇。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少云。我们今天呢是要做一个默契的测试啊，请两位先把左右两边的你们的皮板拿起来。好，这个测试就是要看看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对对方有够了解啊。然后我们魏老师是这个红色的皮板，那我们蓝老师呢自然就是蓝色。接下来，请听题，请你们写下对方身上的3个优点。这太好写了，这个。我倒计时了，好了吗？5、4、3、2、1，好，3、2、1，亮地板，转。帅，有爱心，太帅。你看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说一说你的几个特征是？帅、温暖和立体。立体，解释一个。首先帅，立体，显而易见，不需要我多说，一样就非常的帅。然后温暖，魏老师其实是一个生活中非常温暖的人，然后就是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温暖。他做过什么温暖的事儿？就是我觉得之前在片场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我一块儿去吃饭，然后经常会对，然后就会问，哎，今年你有什么想吃的呀？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吃啊，然后，经常约着我们一块儿去吃饭，然后之前我们在那个围读剧本的时候，围读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有点难受，然后魏老师说，要不去我屋，我给你煮个泡面什么之类的。让我知道一下就觉得非常温暖。立体其实跟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是有点像，是它俩的结合。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温暖体现在方方面面，然后呢，它其实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看起来好像比较有点让人觉得有点棱角，但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整个一个，从内心里面看是一个很立体的人。再加上他的无论从五官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我非常羡慕，因为我没有，所以我非常的羡慕他这种立体的五官。对，所以好优点，哈哈。那这个我们俩最有默契的一点，显而易见就是这个帅。有爱心呢，是因为本身蓝老师自己养小动物，很可爱啊，几只小猫咪。包括不只是对自己养的动物有爱心，他经常会去关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对小动物不友好的群体啊，或者这一类的事件，然后发出一些，有声的正能量，这个是我很欣赏的。然后太帅就是凌驾于我之上。求你了，就是我很少形容一个人太帅，求就是我看得顺眼，看得比自己还顺眼，那就是太帅。所以再次强调这个优点。OK， 好了，好。我来看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是，我这次要给你们几个，请在10秒以内写出对方的3个缺点。10、9、8、7、6、5、4、3、2、1，转。好吧，这次我就说吧怎么又是一样？不是，为什么帅又是优点又是缺点？这时候，帅也是一种缺点，因为我听你说。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太帅了，会把我比下去，所以我很嫉妒。对，然后把我想说的说了，我说什么？我在这同你讲，慢，就是这个是确实啊，我们俩这个性格，一个是快的急性子，我比较急，然后蓝老师比较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路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他总让我等他。对，这是缺点没事儿，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就是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就随便想了一个。然后细
细腻，这个腻大概写的是不对的啊，细腻，对对对，是对的，是对的。细腻细腻。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细腻是一种缺点呢？就会有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观察到他的那种很细腻的点，然后是我没有关注到的，但是他很细腻，这对我造成了困扰，我会道德绑架自己，没有去关注他这些细腻，所以下次这个还请多大条一点，神经大条一点。你是一个大条的人。对对对对，我太有默契了这个。他刚把我想说的说了，就是我也嫉妒，非常的帅，所以很嫉妒。你看他今天默契默契真的默契。我就说，我今天都当面夸他，我说你穿这身真的像穿高定一样，非常帅，真的走在街上回头率杠杠的。然后因为确实这个倒数太着急了，然后写了一个爱吃。其实这个不算是缺点，我说实话，因为我也挺爱吃的，而且我挺愿意跟着他去吃那些好吃的，所以我只能说爱吃让我吃胖了，对，这就是缺点啊。但是你的这个不是他的缺点。是因为我的原因让他胖的，带着我吃，把我吃胖了。因为我爱吃，所以让他胖的。对，所以对，全吃我肚子里。因为他是那种既爱吃，但是又吃不多，就是我每个都尝一点，每个都尝一点。每次他吃带，哎呦这个特别好吃，然后带着我们去吃，然后吃一点点，我饱了，然后就剩下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很浪费，然后我就咣一个人吃，因为我其实也挺爱吃的，但是我也是那种，就是我吃一定要吃很多那种，但一吃然后就全都吃完了。所以你就相当于是那种在那个朋友吃饭要吃的是吗？基本算是吧，我家里其实一般都是，就是我会觉得剩了很浪费，第二顿也吃不了了，就干脆全都吃完吧。这是缺点吗？嫉妒，他练的，他练的比我太好了，没有，好太多了。你看这个，没有，就是没有，富有且不慷慨，现在是这也本来想说慷慨的，也是缺点，还不够。所以我就很嫉妒，学习。好，来。 OK， 好，第三个问题是，请你写出对方身上最迷人的一个部位，五官也可以，四肢也可以，躯干也可以，随便。来，10秒钟倒计时，10、9、8、7、6、5、4、3、2、1，翻过来看。 下巴是啥？嘴，对，哦，嘴。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魏老师，拍戏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就是我在也在跟魏老师交流的时候，有很多的，其实都是先是眼神开始先交流，然后会扫到脸上的每一个部位和器官，然后我就会觉得，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侧面看，就魏老师的，因为我觉得男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展现帅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下巴。嘴，那因为这个我们的剧就叫蓝嘴唇，所以一定是他的嘴唇最先吸引的我，但是吸引过后发现，确实嘴唇真的一直在吸引着我，因为我总是忍不住在盯着他的蓝嘴唇。确实一直在吸。对呀、这什么话？好，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对方，你觉得对方是什么动物？5、4、3、2、1，尼克是那个狐狸吗？对，准确来说，其实我能想到，并不是说动物，但是我所能想象到的这个，因为我看的人都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立体，其实就是一个形象，卡通形象，对，卡通形象，《疯狂动物城》里边尼克的这个形象，对。什么样貌呢？
不是样貌，只是我觉得《疯狂动物城》里边那个尼克的形象就是有一种，平时有一种懒懒的，然后又有一种，但是心里边却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温暖，然后总是会兜底，替朱迪去兜底，但是呢，就是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对，是我觉得跟魏老师非常像，真的。我认为是猫，是因为，可能真的跟猫在一块儿待时间长了，就像，真的很像，佛系。对，然后，慵懒，这个细腻的、喜欢粘人的、这种安安静静的一个小猫咪的一个样子。什么品种的猫？就是那种粘人的猫，因为猫也有不粘人的猫，不能说品种吧，只能说那种性格的猫咪吧。长毛猫还是短毛猫？长毛的，长毛的。大概是什么布偶啊一类的。这一点为什么说你厉害呢？是因为我前面确实有人问过我相同的问题，我也说了是猫。问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像什么，我也说是猫。问我像什么，我说不。这点咱俩真的从来没有通过。对，没有。他真的第一次就说出来，跟我自己觉得完全一模一样。好，下一个问题。一，你对对方的了解，对方更喜欢吃甜口的东西还是咸口的东西？3、2、1。我觉得魏老师比较喜欢吃甜口的东西。你见过他吃过点啥？其实我没有见过他吃过点什么，但是魏老师说他很爱吃甜的，但是不能吃，因为他对糖分的这个含量有严格的控制。对，所以据我的判断，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吃但不能吃。这么自虐吗？其实是想吃不能吃，然后偷偷吃。是吧？偷偷吃糖吧？是爱吃甜的，真的很爱吃甜的。然后最爱吃的你猜一下是什么？锅包肉。爱。还有呢？你猜对了，是蛋挞。蛋挞是甜的吗？甜啊，很甜的。是。然后我猜了啊，我写的是咸。因为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他主要是以干这个主食为准。对。然后呢，都是有很多这种什么对这个咸的味道在里面啊。对，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干拌。对，我就完全不吃糖，不吃那个是干拌，然后蘸酱，什么各种。这个就是具体的成长环境的差别。应该是有点关系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从小在内蒙，但其实我们两个都还好，家乡都比较近，都还好。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应该喜欢吃甜的、咸的什么。因为你如果吃主食的话，其实需要一些咸的东西来拌着才好吃。好，那现在对这个问题讲主食了。请说出对方，你觉得对方最爱吃的主食是哪一道？我要看哦，3、准备，4。好，翻过来看。都是面。面俱到。对，确实是。面俱到。不，这应该不用问了，因为我们俩在一块儿几乎没吃过米饭。对，我俩出去点什么吃的，最后都是要吃，要么什么馒头啊、什么面条、饼啊什么的，就不吃米饭。对。泡面还是拌面？都吃。而且我们出去永远不只点2份。魏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也要尝尝，那个也要尝尝，然后就基本我们两个人会点很多份儿，然后最后都吃掉。他都吃掉。浇头啊，我们叫卤。看来我们叫浇头。没有特定的喜欢的。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说有没有讨厌的？没有。你钓鱼问题，真的是，这好像怎么那个面浇什么都好吃，有吗？没有。嗨，那你说一个你不喜欢吃的浇头？
浇头还真没有。万物皆可浇嘛，对吧？对，只要搭的是面就好。大饼卷一切。接下来一个问题，写一个你们观察到的对方在生活上或者在平时的行为上面的一个小习惯，做的最多的一个小习惯。好，3、2、1。那我应该配合一下你，我自拍。他问你那时候他怎么要求的，你模仿一下。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习惯了，因为我总感觉自己的头发弄不好，对，所以我就总是下意识的去弄这儿弄那，因为我是那种沙发自然卷，对，不好弄造型，所以就反正习惯了嘛，也喜欢照镜子，所以这是我们俩的一区别，就是你看我其实很少自拍，但是我会照镜子，然后呢，蓝老师会把那个快门按下去，就是把照镜子这一刻记录下来。对，经常我视频，我手机里面我在拍，我自己拍一下。其实拍好看了以后也就能也能不好看就自己删了呗。对。但是我拍，然后魏老师呢，在那边撩头发的时候，顺便一块拍到。那你回头会你手机照片？会的。会问他的丑照片。啊，好多呢，我手机。可以。用来做微信。可以，确实没事儿。看你以后是吧？看你表现，没事。可以。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你这项中，对方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眼睛里面是最有光的？5、4、3、2、1。对，那是100%的，因为我们剧里面有客串的2只小猫咪嘛，对，然后真的是已经到爱不释手的地步，它那个绳会从你身上完全对，然后还会把我那一只给抢走，对，然后天哪，萌我，基本会看到猫之后我就会失控，或者说其他的小动物很可爱的小动物，就会觉得完全失控。这毋庸置疑了，就是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地方，或者说是什么工作，只要看到有好吃的，魏老师立马就是嗖闪现了，就已经到那个好吃那儿，给我来一份那个，他已经在吃了。好，我就已经就算他不走，我已经想到他的脑海里面在想什么，我一会儿一定要去吃一下，尝一下这个。确实。下面的问题是问有些你哦，可能要从你的角度出发去想这个问题。那你觉得，如果对方一个演员，最有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写一个，不好写。我觉得他会开一宠物店。是的，这个特质已经被你完全把握到了。或是我们可以一起开一个动物救助站。真的，这个很有意义。对。我觉得魏老师看电影没时间，如果不做演员的话，应该会。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发展前景。对，就是去每一家去品尝吃的，然后，正好点评一下，然后因为吃的好吃的很多嘛，然后正好
可以点评。然后我觉得魏老师，一般我们俩其实共同关注的领域其实有很多，然后其中就包括体育这一项。对。然后我觉得魏老师平时又比较喜欢徒步、登山、骑自行车，然后打球什么之类的。如果不做演员的话，我觉得应该魏老师这个体格作为运动员应该很出彩。他最擅长什么运动？最擅长打篮球，超级厉害。我们俩水平是相当的。我略差一点。谦虚了，谦虚了。因为我们俩一块打球的时候，一般主力得分手是魏老师，相当的，就是非常全能，相当的。突破和三分都很准。我是三分投的不是很准，但是我可能比较注重于防守啊、篮板或者说投篮之类的。完美的强强联合。对。然后我们再抽一个问题。好。有点走心的问题。一会儿吃什么？你看，非常的。哎，我现在说3、2、1，明显对的。想吃什么？来，3、2、1。小龙虾。我是吃什么都行，我好养活。你的挑食。你看，所以永远都是我去找这个吃什么的店，带我继续探店。对。最后呢，就稍微有点走心。好。就是看看有没有那么走心。如果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最有效的安慰对方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以你对他的了解。我不知道我写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魏老师写的我是很对的。对，我其实非常对。我真的我在比较伤心或者难过的时候，我觉得别人的建议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特别的有用，相对于来说，可能让我自己一个人自己安静一会儿，独处一会儿，可能会是最好的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是一个要自洽的人。对，我是遇到自己一个比较拧巴的地方，一定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的一个人。就旁边的人哪怕就你也不擅长的人，就算不说话，坐在你旁边，你也是让你。对，我是一个受伤后把自个儿裹起来的一个人，是一定要自己待着一会儿，然后想清楚，很快就可能就消化掉这个情绪了就好了。但如果在你身边走路的人反而能闹成这样，那我可能会越来越难受。对。能让他过。但他倒也不至于，但是可能不是很有利于解决问题。对，我可能会更难受、更拧巴、更揪心。我跟魏老师其实经常，我们俩经常去吃东西的时候，然后都会喝小酌，对，然后聊聊天，聊聊最近，聊聊所有的事情。我啤酒。他很少。我如果所有的酒里面选的话，可能白酒好一点。因为我们那边可能从小喝白酒喝的习惯一点吧，多一点。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记得时刻关注我们。对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看我们的花絮，还有一些其他的视频。然后等我们的剧马上上了之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好，谢谢。好，第一次录制圆满结束。